下一组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于博和浩。因为关系好嘛，那环顾四周，周围可能因为他顺位也高。好，哦！我们是浩和于博。成都其实能和我一起改稿的人确实不太多，忍不住哼唱。我在成都其实还挺依赖张家豪的。对，就是一起唠一唠，争取就是每一篇都能给他出一个他最后能用得上的，我觉得就挺好。我看我画个啥？封笔，完事了，都速写。就首先蜡笔小新，就是感受嘛，就是在我眼里确实是个骚唧唧、挺狗的一个人。然后呢，必须是跑刀的，一问就是跑刀。现在也开始打牌了。然后这个呢，我是觉得但丁照镜在我心中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场。然后画了一个镜面的这种成像，哎，这是他在照镜子。但是它这个镜子一点都不符合光学的传播原理。但是这边就是纸的受限，这并不是我知识的限制。哎呦，因为刚才说他是盘锦硕士王八，就给他加了一个坚硬的外壳，宽肩是他的标志，他是这个整个组里面肩最宽的人。但他最近不练，浪费自己天赋。我也认为他画比较好，这大宽肩。哎呀，谁晋级了谁拿这个当头像。对，谁晋级谁拿这张头像。首先要登场的朋友来自东北的00后小伙，小少年，但很多烦恼。哎，这次要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人生问题呢？掌声有请于博。嗨，朋友们，嗨，我叫于博，哎，真的，我不太适应这些。说实话，我知道我去年确实也上了这个节目，但不太好意思承认这种事儿。比如说，生活品质确实越来越好，好的有点太快了。老想买那个中产的老贵的东西，但穷人当时间太长了，不知道买啥。他们都说中产去户外穿那个很贵的那个鸟，我买了2套贵人鸟。我不知道中产到底买啥，我只会模仿中产。去年1年，只去山姆买牛肉，我都不做饭。你买半头牛就在冰箱里冻着，牛肉在我家定居了。我家现在户口本翻开第2页就是安格斯牛肋条。上个月买了一辆公路车，哎，太中产了，是因为我刷到社交媒体，黄景瑜就骑公路车。我说那我骑和黄景瑜有什么区别呀？那玩意儿又不是用脸骑。刷着当天就去买了，店里买的，我们中产都去店里买。迪卡侬，车油啊，1300，打折的。我这骑上那辆车往家骑的路上，才发现自己不爱当中产，因为我家现在住宝山。车是在环球港买的，那回家路上得骑20几公里，骑公路车回郊区，那骑10公里没有公路了，骑进工地了，我在那修地铁啊，骑一会儿推一会儿，骑一会儿，太心酸了，工人看着我都可怜。那孩子别推了，别，地铁马上就修好了。哎呦！好不容易从那个地铁里边推出来，哎，不想当中产，想跟旁边外卖骑手换车，想当众包，越骑越感受不到腿的存在，好不容易骑回家了，共情海的女儿，想要一双能走路的腿。我家是那个小区附近都叫什么共富4村，这个小区名一听就会丢自行车。这就是我和黄景瑜的区别，他住市中心，
他那车据说10万，偷了就判。我那车1300，得偷3遍，刚够立案。哦，上网搜公路车怕被偷怎么办？网上默认骑公路车都是中产。第一篇笔记说可以考虑停在自己的车库里。太有道理了，你不说我以为得停在邻居的被窝里呢。最近的车库离我家1.7公里，我每天把车停车库，还得扫一辆共享单车回家。哎呦，我每天讲完开放麦，骑公路车回宝山，不像中产，像知青。没人管我上山下乡上宝山呐。那种心态越骑越偏激，越骑越不小资，感觉自己特别像在农田里边喝咖啡，坐在田垄上喝美式。哎呀，身后的农民在拿铁。就是那中产越当越痛苦。哎呀，因为上海最近又到梅雨季了，那骑着骑着就开始下雨，周围电动车都有挡风被和雨棚，我就撅着屁股搁那硬骑。上海骑公路车是容易当潮人，有时候赶上雨大湿人，住在郊区边塞湿人。我那生活王维都描写过，单车欲问边。哎呦，骑回家浑身湿透，腰也直不起来，像刚从水里拿出来的龙虾。公路车是没有后面的挡泥板的，有虾线。我都开始问我自己，哎呀，那么累，为啥非得当中产呢？因为你不挣钱之前去模仿有钱的爱好真的很难。对，我会去打网球，但只能偶尔打，一家店只能打1次。那新人券第2回凭啥不让我用啊？我不是现在才开始虚荣，我从考大学来上海那年就开始幻想在上海阶层跃迁，努力上流人士。我那幻想里边，上海打工都上流。那个时候脑子里全是幻想有钱人的生活。上大学体育课学的是手球和高尔夫，这就是同济体育不教马术，要不指定让你们这帮上海人知道什么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上大学学高尔夫和学高等数学没有任何区别，毕业之后都用不着。你网球还能偶尔打，我家那高尔夫球场不让我用团购，太傲慢了。那么小众运动不让大众随便点评。妈呀！但我现在真的被架在这儿了。那些不体面的爱好，我不敢承认，我都只能偷偷做。我都睡觉之前偷摸下载一个快手，然后看，第2天早上起来还得卸载。我那手机快手下载量得有176次。我特别喜欢看里边这个视频，偷偷看，叫跟精神小伙过一天。你们去看，那个是最纯粹的快乐，每天纯玩，不在乎明天的玩，今天玩完就死，怪不得只能跟他们过1天。那里边他们的快乐太简单了，4个人骑一辆电动车就开心，4个人喝1杯蜜雪冰城就开心，4个人喝1杯满杯百香果，每个人都可以喝1/4杯25香果。我已经不敢承认我羡慕他们了。我知道我内心的真实声音是，相比于公路车，我确实更爱骑电动车。但我骑电动车听上去不像是一个爱好，那是别人的职业。你骑电动车在苏州河边拿着一杯再好喝的咖啡，都像是偷顾客的。骑公路车骑的车水马龙，就是破风的彭于晏。电动车但凡闯一个红灯，超时的南瓜。
我真的被困在那辆上海的公路车上了。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要先爱上骑公路车，还是要先挣钱从宝山搬到市中心。但我知道我最重要的是先回家把牛肋条吃完。就讲完了，谢谢你们，拜拜。谢谢于博，喜欢于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于博，感觉好笑中带了一点点的悲伤啊，是吧？大林，我看频频点头了。是，就是比如说老想让自己多一门爱好。我有时候就特别犯愁，我跟于博似的，我也买过这车，但是就不太方便，有时候感觉，因为你骑它，你好像不能穿成这样就骑，你得换上那一身袍套靴帽，是吧？你正经的，得特专业的骑，那才叫骑。就因为网上说那些骑的，他们都是住在梧桐区，下楼就骑一圈再回家。我每天回家的路上骑车，周围都是大挂，我一不小心再让它碾死了，真是。因为哪儿快呀？你这一脚蹬出去20公里，那你说在城里他们骑不起来呀？这蹬起来一脚，然后又刹车了，不知道乐趣在哪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难，难。他们还得穿那个骑行衣，那玩意儿更羞耻，那玩意儿。要不骑得快呢，生怕你看清楚。对，你骑过几回啊？我后来就我骑那折叠车。那折叠车比较方便，就是你骑着它出去，然后你干点忙，你叠完之后，你打车就能回家了，装后备箱。这公路车只能叫货拉拉，你知道吧？就是你那个特像代驾。骑到市中心，掏出一个坎肩儿，对，接单了开始啊。这些于博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我自己好像也是这样子。比如说网上人家怎么样生活，然后自己就好像也说我多开发点爱好吧，再精致一点吧，但真不适合。对，网上给你洗脑那个话都说什么，你只有做这些东西，你才爱自己啊！对，你天天上网吧就不爱自己，就是老让你去健身，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是健了身才知道，我身上有那么多关节可以受限。这倒没有什么真的爱自己，爱自己的方式也不是就他们说的那么几种。对啊，就是很多，就像你说的精神小伙，那我们偶尔尝试一下，快乐一下，那不就爱自己吗？互联网的审美会让你往标准化的方式去走，标准是你自己定义的，不是他们。对，因为刚才思纯说那个，我特别认同。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尝试的权利。所以刚才我觉得于博的那个段子其实挺难说的，其实有点像散文，但是呢，你里面的内容不散，就是里面的这个支撑的东西不散。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他的这个脱口秀的表演的方式让我感觉特别像即兴，就他随性，那个包袱呢是给你就是嘚儿突然给你来一下，就让你完全意想不到，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感谢。其实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个挺高的称赞。其实大家都知道，脱口秀是我们会提前写很久，甚至练习很多遍。但是如果今天的观众第一次听，就像是你当场有感而发，对，像跟你聊天一样。其实这是一特别高的称赞。感谢。但这就是一个理想跟现实中间产生的错位而产生的这种感受什么的。我记得我刚开始喜欢喝红酒的时候，那时候觉着听了好多身边的这个懂的，什么左岸右岸勃艮第啊，各种的区分，我就买了挺多的。然后那时候正好家里边住这哥们儿是唱民谣的，我们从小喝啤酒一块长大的，所以呢，就是晚上那来了喝点吧，我是终于有机会跟他展示一下了，什么入口啊，什么回甘什么的。然后结果第一杯高脚杯，这么大高脚杯，哥们儿一边听着我说，一边等就给倒满了。我说那个层次挺丰富的，你慢点唱，你知道。这哎呀，都差不多了，嘎就下去了。后来你就跟上来以后，你说那个确实挺快乐的，你知道吗？刚才听你那个，我一下就想起了我那个朋友，就是你在路边的那个半挂，你知道吗？因为我描述的没有红酒那么高级，我还没有涉猎到，可能让我再挣1年钱，然后就有可能就是我的描述就是困境嘛。可能很多来上海打工的人也是那种，我必须得摆脱老家那些土的东西，我一定要变洋。但就在有一个阶段，你就被困在这2个城市中间了。
我心目中的一天，我像前天已经过完了，就是白天你干点什么事儿，然后精神充沛的走进网吧，干一宿天到早上起来吃个包子，回去再睡觉。MK12满配了，一枪给你干死了。哎呀，又没晕了。吃完早饭再去睡觉。谁的青春吃早餐啊？我们吃今天的早餐，睡昨天的觉。大骨熬汤鲜肉包，快最香肉。梦想实现了鲜肉一个，跟精神小伙过一天。青菜分丝。这是我从小到大都很想要过的一天。我们对停滞不前的害怕，这个确实是我从那种心里面的顾虑。好像今天如果我不写作业，如果今天放暑假不描一篇字帖的话，我就是已经今年就荒废了。对荒废的恐惧，确实，每次我听于博的段子，都能听到底儿上有一点那么难过的那些小事儿，但这就是于博的风格跟特点，就也有照镜子的感觉。谢谢于博，谢谢，感谢。我先不公布票数，请你先来到这边的休息区。浩是今年的新演员、新朋友，但是其实也是我们第一轮几位复活金牌的持有者。同样也是来自东北一位学霸，但是这气质啊颇具反差。我们掌声有请。大家好，我是浩。Hello， 哎，很开心见到各位啊。然后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哇，职业2年多了。但是也跟法官兑现了20多年了，因为我妈的职业就是个法官。作为一个法官，他清楚孩子必须得管，如果少管就可能少管。他管理我的2大方针，跟有时候他的工作重点一模一样，严打。但是我妈严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电脑游戏这个问题，在所有的家长都在为孩子玩游戏，然后两边焦头烂额的时候，只有我妈说要相信孩子，孩子想玩电脑很正常，我家孩子想玩我从来不拦着。哼，我们家都没电脑，也不是一开始就没有电脑，有，只是没有游戏。但是爱玩电脑的人只需要一个电脑。屏保可以玩，金山打字可以玩。后来我还自己研究编程，发现了一串神秘代码，快乐数字4399。我妈连夜给电脑拆走了，电脑在我们家从安到拆不到3月，百日维新。第一次从家里偷出证件去网吧，很紧张。到了之后，老板说户口本不行。他问我你要跟鸡子结婚呐？幸亏那个时候管得不严，现在是没有了。那个时候能找到那种未成年友好网吧。那老板以前好像是魔术师退下来的。你在你面前展开一副身份证，选一张。那开机之前不知道自己叫啥，那出门在外身份不用自己给，老板会发。但是作为一个律师啊，我的建议是不要去老赖开的网吧，正玩着呢。那网吧被法院执行了，我妈带的队，我在上网的时候落网了。就因为这次前科，一直到18岁，我妈依然扣押着我的身份证。她说我有网瘾。朋友们，太荒谬了，我怎么可能有网瘾？什么是瘾？瘾是断不了一直碰，我是碰不着一直想，我这叫网压抑。
大意就需要窗口，我就缺个 Windows。倒也不是想玩游戏啊，就看着那片草原我就开心。我那景色太美好了，你想那绿色的草原，什么蓝色的天空，那红色的警戒，那黄色的不看。高三的时候，我姥爷陪读，就搁那高中对面租了个学区房。我同学一开始一听是俩老人陪读，特别羡慕。他说：“老人陪读，你趁他们晚上睡觉，你就溜出去上网去呗。”他们根本不知道啥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保安的保。我妈租了一个 loft， 我睡2楼，我姥睡门口。为什么选我姥来陪读？老人家有先天优势，我姥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就那个觉轻到啥程度？大半夜我都早上一下冻着了，那声音就飘上来了。跟着声音一起飘上来的还有我姥和东阳光耀。东阳光耀为健康做好药，他俩就像深夜里的一缕阳光。啊不，2位保安都是我健康的守护者。只能等到高中好不容易休息的时候，才能有机会出去玩。你说去网吧指定是不行，只能说去唱 K， 一唱8个小时，一放假就唱，那眼睛度数都唱高了。那我姥就有点担心，说这么爱唱歌吗？这毕业了是要当歌手啊？我姥显然是多虑了，我这是假唱，假唱不配当歌手。高考前最后一个寒假，就那个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那种紧迫感，就包括我都有了紧迫感。我知道不能再这样，再不去网吧没机会。但是他们看得太严了，我只能给自己争取空间。我主动提了我要自己搬回到老房子复习，我妈同意了，但是在家里安了一个座机。我妈说安这个座机是为了方便联系。这真的，朋友们，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知道方便可以用来形容座机啊。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座机咋方便呢？我也不知道我妈是不是点我，我妈说你要在家那就方便。你知道她说一切都全凭我自觉，就一件事，打电话得接。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啥叫座机了吧？那不就坐牢的机器吗？那我回来住的意义是啥呀？当接线员玩不了电脑。我只能搁家玩电话。有一天接我妈电话的时候，不小心给那电话线扯断了，但是我妈的声音没有断。你知道撂电话之后，我把那座机后盖抠开，发现里面插着一张 SIM 卡。就那一刻我就知道 I'm free。也就是从那天之后，有的时候经常能在网吧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高3学生，他神色很慌张，就玩一会儿电脑就把书包拉开看一眼。也有哥们朝他借手机，但是他从来不敢吱声。直到有一天，书包响了，全网吧听那个书包以最大音量播放着《好运来》的铃声。我哥们一下就往书包里拽上，然后看着我。怪不得那天问谁带手机你不敢说话呀？这哪是手机呀？这不电台吗？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不确定我妈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座机能动，但是我唯一确定的是我妈大概率低估了我的主观能动。她绝对想不到她的孩子可以在网吧厕所拿着那台座机跟她打电话。那旁边人都上不出来，我路过人也纳闷儿，啥事儿不能 QQ 说呀？但有时候外面的哥们拽门劲儿太大了。
有一天有个哥们直接把门拽开，看了我一眼，不好意思，这有个公用电话亭啊。因为我觉得我妈可能不太了解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她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男孩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尊。她以为爷们儿要脸，但是爷们儿要战斗。开学前最后一天真的没有再去，在家补作业。但是那天我妈没给我打电话，我心里还有点失落。我说真在家又不打了，我说你打呀！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当个好人。然后发现座机落网吧厕所。今天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浩。谢谢浩，喜欢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又是一段智斗的往事啊！哦，这气质反差太大了，浩太像一个社会大哥了，感觉你一点都不像一个律师，感觉你当律师是一种合理的去叛逆的感觉。谢谢。不是啥好话，谢啥呀？所以说你后来是成绩好吗？后来就是考到了西南政法大学，然后，所以说妈妈起了作用吗？我是非常感谢我妈妈的。真要是少管了，还真有可能就少管了，是吧？少管倒不至于，但是可能确实会是那种问题很多的那种孩子。对，我非常感谢我妈。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没有可能哈，他什么都知道，他其实就是在锻炼你的反应能力，在锻炼你的这种综合判断能力，有可能是反侦查能力，对，思考能力。最后你成功的当上了一名律师。其实小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的一举一动，其实我妈没在身边，但是她都知道。我妈因为从事了30年的法律工作了，所以说她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再加上我又是她的孩子，知子莫如母，是这样的。在说的时候想起小的时候来，我也是就是家里边管教的比较严，但是结果不是太好那种，你知道，那确实是想这种各种对策。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我那个屋里边在写作业，然后永远会有抽查的。我侧面有个大衣橱，上面有个镜子，我就把它突然调了个角度。其实我用我的余光就可以看到他们快接近门口的时候会闪现那个身影。哇！我当时为自己那个发明骄傲不已，你知道吗？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也是。对，后来他们发现用那镜子也能看见你，就这样。你们这有这经验吗？没有，他们应该没有。不是，就是主要是我心态不行，我特别受不了。如果在被监管状态下，然后要去干一件别的事儿，我心里受不了，就玩也玩不痛快啊。您就当时上学的时候，比如说偷着出去上网去。就是你会玩的特踏实吗？肯定不踏实啊，对吧？就是我特理解不了那个逃犯惊弓之鸟。对，就是那你这样你也不快乐，完了之后就那个不踏实才刺激，对，就强。它是需要多线程的，就是这就是没进少管的那个。我这不行，真不行，我这脑子可能受不了这个。那您这个跟于博平时认识吗？之前认识吗？我们是很好的兄弟，然后这一次能跟博一起比，非常开心。他俩就是属于比较相爱相杀的，是不？也感谢博选了我，很开心。那上赛段可能全场第6，非常非常厉害的成绩。然后这个赛段大家会说什么？第2赛段什么友谊赛，大家就会找最好的兄弟来一起玩一场拼盘。我就想，那我就想和我的兄弟来玩这场。OK。那我们把2位兄弟请到舞台上吧。这一场比赛也好，游戏也好，总归会有一个结果。都是气氛组的4票，我们看看现场观众给这2位朋友的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也省200吧，200。请看大屏幕。差不多，我感觉也是。很接近啊！恭喜于博193票。哇，一点点。差不多。但很接近，就是很接近。浩190票，也非常优秀的成绩。很遗憾，按照规则，我还是要先请浩前往待定区。190，还可以。
哦，嘿耶，190应该走不了吧？走不了。恭喜于博193票直接晋级。挺刺激的，这是算是我俩第一次打比赛吧，而且是这个段子从创作一直到修改全程都是在一起互相目睹对方的，这个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就像赛车比赛，你知道对方车咋改的，他也知道你是咋改的，就直接把油门踩死，把结果交给别人，挺刺激的。2个人分差只差3分，所以我就觉得两兄弟也是给了彼此很好的答案。之前就说了嘛，我们俩想演一场很漂亮的双拼，然后就演下来，其实会觉得氛围和气场其实非常搭，非常协和，看票也能看出来，不分伯仲，这就是理论上最好的双拼搭的。咱俩双拼能卖总剧场？惦记规模呢，写呗，咱先写呗。不，来风能给办不？必须的，话都说的，你还记得吗？在比赛之前，谁晋级谁拿这张图片。那我换你不得赔一个呀？你少拉我这个，你谁晋级谁。爱情。